认识六顶帽子下。黄帽子思维。我们先来看一则广告词。我们向您推荐一种好吃的食品 CCC， 它可以计算热量。CCC 食品被整齐地分成小块，每块清楚地用可以食用的字母标上所包含的热量和脂肪数量，在你吃每一口时都可以很方便地计算你摄入了多少能量。这则广告体现了黄帽子思维，它代表事物合乎逻辑性、积极性的一面，追求的是利益和价值。CCC 食品能够满足口感需求，也不会摄入过多的能量。对于那些天天喊着减肥的美女们而言，这真是一种非常棒的食品。通过黄色思维的帮助，可以让我们做到深思熟虑，强化创造性方法和新的思维方向。当说明为什么一个主意是有价值的，或者是可行的，必须给出理由。黄帽的问题是优点是什么，或利益是什么。黑帽子思维。这是一种与黄帽子思维完全相反的思维。黑色是逻辑上的否定，象征着谨慎、批评以及对风险的评估。使用黑帽思维的主要目的有两个：一、发现缺点；二、做出评价。黑帽思维有许多检查的功能，我们可以用它来检查证据、逻辑、可能性、影响、适用性和缺点。思考中有什么错误？这件事可能的结果是什么？通过黑色思维，也可以让你做出最佳决策，指出遇到的困难，对所有的问题给出合乎逻辑的理由。总而言之，黑帽子问的是哪里有问题，黄帽思维是积极正向，而黑帽思维是负面的。因此，在考虑一些新的想法与改变时，通常优先采用黄帽思维，然后再用黑帽思维。绿帽子思维。绿色是有生命的颜色，是充满生机的。绿色思维不需要以逻辑性为基础，允许人们做出多种假设。使用绿色思维时，要时刻想到下列问题：我们还有其他方法来做这件事吗？我们还能做其他什么事情吗？有什么可能发生的事情吗？什么方法可以克服我们遇到的困难？绿色思维可以帮助寻求新方案，修改和去除现存的错误，为创造力的尝试提供时间和空间。绿帽子思维激发行动的指导思想，提出解释、预言结果和新的设计。蓝帽子思维。蓝色思维是控制帽，掌握思维过程本身被视为过程控制。蓝色思维常在思维的开始、中间和结束时使用。我们能够用蓝帽来定义目的，制定思维计划，观察和做结论，决定下一步。使用蓝色思维时，要时刻想，我们的议程是怎样的？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我们怎样总结现有的讨论？我们的决定是什么？蓝色思维可以让你发挥思维促进者的作用，集中和再次集中思考，处理对特殊种类思考的需求，指出不合适的意见，按需要对思考进行总结，促进团队做出决策。